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疯传从未来人类访谈影片预言人类未来命运和战争、核战、疾病，回来保护人类，阻止使用核武，寻找历史核战罪人。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小叮当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他们靠住时光机想去哪就去哪，看看未来长大是什么样子，勾起大家的时空旅行梦。现在这个梦真的有可能会实现吗？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毕生他都在研究时空旅行的理论，最近他发布了一个重大讯息，说自己正在研发的是时光机器，他要把人送回过去，但说这种穿越时空，还真的有人说自己是时空旅人，到底是真的还是藏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一个头戴兜帽、身穿大衣的男子，走在铁轨上，还不断的四处张望。特殊的模样马上引起路人围观注意，还拿起手机拍摄，是在玩角色扮演吗？看起来不太像面对警察询问。男子拿出了1930年红军士兵证件，他说自己是苏联军人，部队走散了，但这就怪了，苏联不是早就解体了吗？那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最后男子被警方带走，他的真实身份依旧是个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应该是传说中的时空旅人。另外，今年2月，西班牙有一个网友也说自己是时空旅人，还上传一段抖音影片当作证据。这位自称是唯一幸存者的网友说，自己醒来发现穿越到了2027年，这时候人类已经灭绝，而且他还没办法回到我们这个年代。他所上传的影片里，大街和地铁站所有地方全都静悄悄的，商场、机场里虽然亮着灯，看似所有东西都正常运作，却一个人都没有，为他所说的话增添几分真实性。很快影片就有超过700万人观看。但说来说去，时间旅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熟悉的旋律响起，勾起不少人心中的回忆。看过这部经典作品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想过，要是能够拥有一台时光机，那该有多好。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不只是可以一窥未来世界的样貌，还能回到过去看看思念的故人。时光旅行一直是不少科幻小说还有电影里面的热门题材，如果有天不再只是幻想剧情，真能实现呢？ On board are passengers with a one-way ticket to the future.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打造出时光机呢？科学家提出了几个相对可行的做法。 The machine creates a path through the fourth dimension, a tunnel through time. 奥地利物理学家提出了虫洞的概念，认为只要穿过虫洞就可以瞬间移动，还能够时光旅行，但这终究只是假设。目前科学家还没有观察到虫洞真实存在的证据。人类从很久以前就不断尝试，想把时光旅行化为可能，却总是差那么一步。不过就在最近，这位来自美国康乃伊特大学的物理学家梅里特公布了一个大消息，他正在打造时光机。Imagine if we could send information back to ourselves, to warn ourselv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sunamis, earthquakes, warn loved ones to stay out of situations that might lead to their death. My name is Ronald Mallet, and I believe that I can make time travel a reality. 这个梅里特是何许人也？原来他毕生都在研究时光旅行。在梅里特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意外过世，为了要再见父亲一面，于是想要打造时光机，把不可能化为可能。My whole reason for being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f time travel has to do with my father. My father was the center of my life. To me, he was almost sort of like Superman. He seemed larger than life. Unfortunately, what we didn't know was that he had a very weak heart, and he was a 2-pack-a-day smoker, and he died. It was because if I could build a time machine, I could go back and see him again. 梅里特认为，如果把直线的时间扭曲成一个循环，那么人们就可以回到过去，而他也在这个基础上打造了一台时光机原型。
When you travel back in time, your personal time always goes forward, even though you're traveling back in time. So you continue to age at your normal rate, even though you're traveling in the past. If you try to get back to the future, the question is that it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you've ended up in a parallel universe. If you've ended up in a parallel universe, 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 许多的科学家对梅利特的研究都保持观望的态度，但若是真的成功了，那时光旅行将不再只是梦想。We all move along a timelin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Time and spac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f I can twist space strongly enough, then I should be able to twist time, which is connected to space, into a loop. So imagine that I take that straight line and I make that line into a loop. Now I can mov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So theoretically,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actually travel back into the past. 虽然时光机目前还没发明出来，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穿越时空的记录。他们有个称呼时间旅人，这名光头男子名叫哈坎诺德维斯特，自称有着无法解释的遭遇，他遇见了未来的自己。这段影片中指出诺德维斯特是在2006年发生了穿越时空的离奇怪事。当时他回到家头，发现厨房的洗碗槽堵住了，几乎都快要淹水，于是拿了些工具想要动手修理，但当他钻进排水槽下方的空间时，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空间似乎是一层又一层，他一直爬，一直往里面爬，好不容易到了隧道的尽头，才终于看到了光。等他到达时，突然明白自己去往未来。影片指诺德维斯特跑到了2042年，还遇见了72岁的自己，两个人轮廓神似，乍看宛如一对父子。当36岁的现在遇上了72岁的未来，不知道该聊些什么。这段影片中最特别的是他们还有自拍合照留念，这两个人右手臂在相同的位置上，有着一模一样的刺激，以此为同一个人的证明。不过也有网友正讽假到不能再假，更只因为什么不拍进入时光隧道的过程，更想问他是怎么回来的。这名男子真的有穿越时空的遭遇吗？留下了许多的问号。时空旅人真的存在吗？2016在社群网络上面也还另外疯传几张所谓时空旅人的照片，号称是拍摄于1941年二战时期的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In the foreground, a group of American GIs can be seen standing outside a taxi station, as well as a man leaning against a window who appears to be talking on a mobile phone long before they even existed. 这张手机回到未来的照片让许多网友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时空旅人的最佳证明。不过这名男子虽然看字得讲，手机有可能只是在用耳机，或者根本在抠耳朵，直接断言70多年前的他就是时空旅人，未免也太过武断。1941年将手机很多视为无稽之谈，但接下来的影片这名从美国杜邦工厂走出来的女子，可就非常清楚地被拍到手中拿着大哥大，边走边讲。时空旅人是真的吗？美国 YouTube 频道 Epic TV 最近访问到一名自称是未来人的男子亚当，并且宣称接受测谎器的检验。Yes, I am a time traveler from the year 2045. 亚当每回答一个问题，荧幕上就会显示是否通过测谎。I do have an implanted chip in my hand known as the One. 亚当在访问中做了许多预言，像是外星人会在2028年登陆地球，而在那之前，地球人早就和外星人持续接触。有些人来自未来，那会不会有人来自过去？答案是有的。2006年，乌克兰警方在路上发现了一名男子，他给人的感觉很奇怪，穿着旧式的西装，很古老的相机。当远警要求他拿出身份证，他拿的是50年前由苏联发放的身份证。更奇怪的是他和警察说他是从1958年来的。Sergei Ponomarenko dijo que nació en Kiev el 17 de junio de 1932. El doctor Kutrikov pensaba que era un caso grave de pérdida de la noción del tiempo. Sin embargo, Ponomarenko le contó que había salido con su cámara una tarde de 1958 y que cuando fotografió a un objeto volador con forma de campana, fue que apareció en el año de 2006. 警察盘问了男子，他说他叫谢尔盖，是1932年出生的。远警以为他脑袋有问题，送他进了精神病院。谢尔盖和心理医师说，他带着相机在城里散步，突然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他正想拍照回过神。就在这个时代，为了证明他说的话，医师就把他的相机里的照片送去洗，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相机里的底片早在70年代就已经停产了，到这边就已经很诡异了。但后面还有更惊人的发现，照片
洗出来发现拍的都是50年代的街景，这足以证明他可能真的是透过时间空旅行来到2006年。Sinceramente yo me sorprendí. Las imágenes fueron tomadas con un rollo de 36 fotos de una época antigua. Dejaron de hacer esos rollos en 1970, tal vez antes. 正当专家准备进一步调查的时候，时空旅人谢尔盖又神奇地消失了。他被送进医院的第3天，突然从病房消失，监视器只拍下他进去，却没拍下他出来。或许他又再一次穿越了。You've got to come back with me. Where? Back to the future. 或许随着科技进步，哪天时光机真的出现了，那人人都能变成时空旅人。不过目前还只是天方夜谭。世界各国这些关于时空旅人不可思议的案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肯定的答案。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